前世我妈妈被保姆陷害惨死家中，我被亲生父亲赶出家门东，死在了冰天雪地里。我死后，我的父亲拿着我妈的封后嫁妆迎娶了保姆的女儿过门。可他不知道的是，我妈是首富的女儿。再一睁眼，我回到了18岁，我母亲在世那年。这一次，我会拿回失去的一切，保护好爱我的家人。醒来时，我已经回到了18岁那年。刚下楼就看到我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我不由得红了眼眶。黎青帮我倒盆洗脚水来，我的爷爷正坐在沙发上，指挥着我的妈妈帮他倒洗脚水，就像是在指使一个佣人一样。而真正的佣人陈怡正吃着水果，坐在爷爷身边看着电视。我妈叹口气，端着洗脚桶就进了浴室。我冲了进去，在我妈诧异的目光下，从她手中夺过洗脚桶，然后拿着桶丢在了陈怡脚边。重活一世，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妈妈，不再让她受一点委屈。暖暖，你什么意思？陈怡不屑地看着我。没听到我爷爷说要洗脚吗？你去打桶水过来。我突如其来发难，让他没反应过来，反倒是我爷爷先不悦地开了口。暖暖，你要造反是不是？这本来就应该是佣人干的活，他要是不乐意干，让他滚蛋呗，难不成我们花钱请了个祖宗回家供着？暖暖，你这是想要开除我？我来周家也有10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凭什么开除我？陈怡一边和我争论着，一边拉着爷爷的胳膊开始诉苦。周哥，我在陈家这么久，一直兢兢业业，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看着陈怡眼角的那2滴眼泪，可把我也心疼坏了，立马搂着他的肩膀。小陈呐，我知道你的好，是这小妮子不懂事，我替你教训她。周暖，你给我跪下，我还没来得及还嘴，谁知我妈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爷爷跟前。爸，是暖暖不懂事了，我替她道歉。陈怡得意一笑，然后虚伪的去扶我妈。夫人呐，这可使不得呀！我冷哼一声，直接拍开了陈怡的手。少来假惺惺的，我蹲下去拉着我妈的手，把她拽了起来。你要是再敢对着他们一家低声下气，我就不认你这个妈了。我妈惊讶地看向我，眼中是满满的震撼，久久回不过神来。还有你，一个佣人而已，真以为自己傍上了我爷爷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我告诉你，山鸡就是山鸡，你能不能进得了周家的门还是一码事。现在给我收起你那张恶心的嘴脸。被我这么一说，陈怡直接扑到爷爷怀里哭了起来，爷爷也气得不轻，指着我的手都在颤抖。周暖，你要反了是不是？爸，我回来了。我大老远就听到家里吵吵闹闹的，这是又怎么了？我的父亲拉着一个行李箱从大门走了进来，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身穿碎花雪纺长裙的女人，也是前世害我横死街头的罪魁祸首，陈怡的女儿陈娇娇。儿子，你来的正好，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简直是要翻天了。一看到我爸周正华回来，我爷爷立马向我爸讲述我刚刚的恶行。陈怡当然也不会放过可以添油加醋的机会了，两个人一唱一和，描绘的那叫一个有声有色。我的妈妈却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只是她的手一直死死地抓着我的衣袖。周暖，快和你陈怡道歉，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我真应该听你陈怡的，把你送去寄宿学校，好好管教管教。周正华看向我的眼神哪有半分慈爱，亏我前世对这个父亲一直抱有一丝期望。听一个佣人的话，爸，你可能是把自己的身份搞反了吧，居然心甘情愿让一个保姆骑到自己头上自降身价。周暖，我看我今天非要好好管教你了不可。当着陈娇娇的面被我这么驳了脸面，陈怡又还是陈娇娇的妈，周正华当场就气得对着我扬起了手。谁知道下一秒我妈直接挡在了我的身前，对上了周正华还未落下的手。暖暖说的没有错，你凭什么打她？一向软弱的妈妈冲了出来，让周正华措手不及，愣在了原地，半晌后才说道：黎青，你给我让开，就是因为有你这样子的妈，才会生出这样子的女儿。我正要反驳，陈娇娇温柔地拉住了周正华的手。正华哥，
暖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你不就不要和他计较了？何况暖暖说的也没错，我妈她确实也只是你们周家的一个保姆而已。说着，陈娇娇还叹了口气，然后转身拉住了陈姨。妈，既然暖暖不欢迎咱们，那咱们索性就把工作辞了，我带你回老家。陈娇娇不愧是绿茶中的极品，我妈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怎么可能斗得赢她？不行，小陈不能走。我爸还没来得及发话，爷爷一听到陈姨要走，当场就急眼了。小陈，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周叔，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暖暖不喜欢我妈，我妈再留下来也没意思了。陈娇娇的话点醒了我爷爷，我爷爷立马将矛头转向了我。周暖，你给我滚出周家！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还真以为自己是跟葱了，敢管我的头上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周家没有你这样子的孙女儿。我的父亲却只是看着我和妈妈，从头到尾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过一句话。周暖，既然你不肯道歉，那你就先出去反省反省吧，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我妈看着爸爸的眼神从期待到失望，最后一点点化成了绝望。周正华当然不会留我了，因为陈娇娇已经怀了周正华的孩子了。暖暖不能走，外面天都黑了，你们让她一个小姑娘去哪里？周正华，暖暖可是你的亲闺女，你真的忍心？是呀，正华哥，暖暖还小，也就刚刚高中毕业而已，你让她一个人能去哪呢？陈娇娇虽然表面上替我求情，实际上却是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和妈妈。周正华温柔地拍了拍陈娇娇的手，简直拿我妈当空气。娇娇，我知道你心软，但是周暖这个性格再不改，以后嫁到别人家去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周家可丢不起这个人。周暖，你先出去吧，如果你非要赶暖暖出去，那我也走。暖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她似乎忘记了自己是首富离家最得宠的小女儿。我妈是首富离家的女儿，这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就连我爸周正华都不知道。我也是当初整理我妈的遗物时才无意间发现的。周正华一直只以为我妈是个没爹没妈暴发户的女儿，因为他捡到我妈的时候，在我妈的账户里查到了一笔巨款，所以他才会拼命地对我妈好，骗到我妈的心也只是为了得到她账户里的钱。我妈的账户里每个月都会进账一笔不小的数额，周正华至今都以为那笔钱是我妈父母的赔偿金，而实际上每个月进账的那笔钱是我外公担心我妈在外吃不饱穿不暖给他打的零花钱。我妈是家里最小的，从小受尽万千宠爱，这也导致她被保护得太好，没经历过社会险恶，才会被周正华给骗了。我妈和外公闹了矛盾，跑出了家后被车给撞了，然后就失忆了。周正华捡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再想起来已经是几年后了，而她自己因为被周正华长期打压，对外界环境害怕，再加上感到羞愧，根本不敢回家，这才导致我妈和外公错过了几十年。而周正华直接管控住了我妈的卡，一直通过洗钱的形式把里面的钱转出来占为己有。从周家出来后，我拉着我妈直奔离家的大门。周家为了攀权富贵，拿着我妈的钱硬着头皮买下了富豪区外环的房子，所以实际上周家到离家不过半个小时路程。我敲响离家大门的那一刻，我妈既忐忑又害怕，搓着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暖暖，要不然咱们回去吧妈，这才是你的家，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等了你10几年真正的亲人，今天的事情你还没看明白吗？他们周家有谁拿你当人看过？妈妈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后，也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拍了拍妈妈的肩膀，示意她宽心。可是门铃响起，我按下了接通，一个苍老的容颜出现在屏幕中。在看到我妈的脸后，屏幕里的人愣了一会，双目通红，然后大门被远程打开了来。像城堡一样大的离家灯火通明，不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为首的是一个模样和妈妈有几分相似的老人，身形硬朗，脚步飞快。
他身后跟着几名男子，看年纪比我妈应该还要大几岁。青青，是你回来了吗？老人看到我和妈妈后，停顿住了脚步，小心翼翼地朝妈妈伸出了手。我妈早已哭成了泪人，嘴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我这么晚才回家。”外公再也控制不住的一把抱住了妈妈，两人哭作了一团。就连身后的那几名男子也不由自主地红了眼眶，泪洒当场。外公领着我们回了家，而那几名男子居然都是妈妈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我妈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4位哥哥，所以妈妈从小极为得宠。在和外公嘘寒问暖寒暄过后，我就将我和妈妈被赶出周家的事情娓娓道来了，气得外公直接拍烂了手中的茶杯。周正华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居然敢这么对待我的宝贝女儿和外孙。就是小妹长这么大，我们都不敢跟她大声说话，她周家算个什么东西？小舅舅也第一个站出来愤愤不平：“爸，要不要我现在就去废了周家？”大舅舅冷冷地开口问道。外公没有着急决定，而是先看向妈妈，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而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打压和贬低否认的妈妈，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活泼开朗的小公主了。妈妈低下了头，一时间不知所措。外公和舅舅们看着这样子的妈妈都沉默了，手中的拳头捏得更紧了，对周家的恨也就更深了。外公，废了周家的事情先不着急，只是周家欠妈妈的，我要一件件替她讨回来。我目光坚定地握住了妈妈的手，这一世，我一定会向伤害我们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外公望着我，欣慰地笑了。既然暖暖心里有了主意，那一切都按照暖暖的意思去做。你的舅舅们都会配合你的。第二天，我让小舅舅带着我回了周家。小舅舅的迈巴赫停下周家门口时，把刚要出门的周正华和陈娇娇吓了一跳。小舅舅给我打开车门，扶着我下车后，陈娇娇嫉妒的眼神都要把我给盯穿了。陈娇娇本来年纪就不大，今年刚大学毕业，正是爱慕虚荣的年纪。昨天就是因为毕业了，周正华特意开着好车去学校接的她。按照前世的发展，周正华这几天就该伙同陈娇娇对我妈下手了。毕竟陈娇娇的肚子可瞒不了多久了。周暖，这才1天不见，你就和男人勾勾搭搭在一起了。女孩子要自爱，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陈娇娇已经毫不遮掩、明目张胆地挽着周正华的手了。周正华看着我身后的小舅舅，脸都绿了。周暖，我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给人做情妇，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利益。小舅舅听到这话，脸瞬间就黑了，目光里都透着淡淡的杀气。她陈娇娇难道不也是你的情妇吗？陈娇娇，难道你妈没有教过你女孩子要自爱，不要和别人的男人勾勾搭搭吗？也对，你妈当然没有教过你这些喽，毕竟你妈就是这么给你做榜样的。我阴阳怪气的样子气得陈娇娇有口难言，只得拽着周正华的手撒娇诉说着她的委屈。正华哥，我是真心爱你，想和你在一起的，我和外面的那些女人可不一样。如果暖暖实在要这么想我，那我只能离开周家了。看着陈娇娇那张娇滴滴的脸，周正华的心都要碎了。周暖，你自己不要脸也就算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娇娇姐？快点和他道歉，一个不入流的小三，一个瞎了眼的凤凰男，还真是绝配。小舅舅冷哼一声，满脸都是不屑。周正华彻底气炸了，指着我怒吼：周暖，不要让我说第二次，要不然我要你好看。小舅舅不动声色往我身前一站，目光阴冷：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让我们黎家外孙女好看。什么离家不离家的？周暖，我不管你傍上什么样的大款，你今天都必须向娇娇道歉。周正华被气昏了头，根本听不进小舅舅说的话，倒是陈娇娇先反应了过来，不可思议地指着小舅舅兴奋地说道：你是咱们 A 市企业龙头，黑白两道通吃，财富滔天的黎家的小公子黎以胜是不是？陈娇娇这种捞女，目光一向放得很长远，够不着后才会退而求其次。
小舅舅这种黄金单身汉在贵族圈也算是出了名的。陈娇娇多多少少都听过小舅舅的名号，见过他的照片。听到陈娇娇这么一说，周正华才彻底反应过来，直接呆愣在了原地。既然你知道我们离家，就应该知道得罪我们离家的下场是什么。小舅舅一句话让陈娇娇和周正华两人一颤，立马变了脸。周正华讨好的贴了上来，原来是离家小公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刚刚多有得罪。既然你和我家暖暖在一起了，那咱们也就是一家人了吧？你是聋了吗？小舅舅刚刚说的可是离家外孙女，我好心提醒道。周正华彻底傻眼了，陈娇娇低着头，半点都不敢抬起来。周正华把我们请进房子后，爷爷正好和陈姨散步回来，一看到我后，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居然还敢回来认错来了。周暖，我告诉你，即使你向小陈认错了，我也不可能再让你踏进周家的门的。你一个丫头，迟早是要嫁人的。我们周家养你18年，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给你2条路，要么嫁人，还能给周家创造点价值；要么永远别回我们周家了。爷爷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讲着。周正华害怕得满头大汗，直接一步上前，将人的嘴给捂住了。陈姨是个会看眼色的，见形势不对，暗暗地将陈娇娇拉到一边询问，得知我是离家外孙后，扑通一下就跪到了我的面前。暖暖，昨天的事情都是姨的错，姨今天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姨也劝过你周哥，对你好点儿，你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相，以后是要飞黄腾达的。我不得不佩服陈姨这端的起放得下的性格，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陈姨是在我奶奶去世后才来到这个家的，一开始确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事也仔细。只是没想到后来看到我妈在周家的地位后，瞧着女主人位置空置，就动了歪心思。后来一次陈娇娇暑假，陈姨把人接到了家里，没想到周正华和陈娇娇又看对了眼，这也正好合了他的心意。周家两爷俩都拜倒在了他们母女的石榴裙下，这周家还不认他们母女拿捏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周家的所有资产都来自我的妈妈，周正华更是做什么生意亏损。周正华把爷爷关在了楼上后下来，笑看着我问道：暖暖，你妈妈呢？她怎么没有和你一块回来？咱们现在就去接你妈妈回家好不好？陈娇娇听到这话，牙都要咬碎了，又不敢开口再整什么幺蛾子了。毕竟小舅舅在这，让她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又多了一个选择了。我外公说了，妈妈身体不好，送国外休养去了。说着，我抬起手表看了看时间，这个点，他应该刚上飞机。周正华挂在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我妈身体不好，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被他和爷爷折磨的。这么多年，他们拿我妈当佣人使唤，甚至连佣人都不如，让她4点起来煲汤，让她冬天冷水洗衣，甚至刚生下我那会，让我妈一个连月子都没出的女人，给他们全家在冰天雪地里挖红薯。仅仅就因为周正华一句想念农村里的烤红薯了，自此我妈落下了病根。这也是我不想我妈再掺和进来的原因。一个她身体不好，再者怕她心软。一个长期没见过光亮的人，从黑暗里出去的那瞬间，她只会感到害怕。这样啊，青青有没有和你外公提到过爸爸呢？暖暖，既然你舅舅都登门了，爸爸也应当去你外公家登门拜访一下的，择日不如撞日，要不然就今天。周正华看着我，天真的幻想着自己是离家女婿，可以一步登天的美梦了。不了吧，离家的大门对这些小门小户的可不开放呢。我饶有兴趣的看着几人。陈娇娇见我没有要叫他妈起来的意思，直接将陈姨扶了起来。暖暖，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什么叫小门小户？难道你不是周家的人吗？陈娇娇说，你莫不是记性不好，忘记昨晚我和我妈是怎么被赶出他们周家大门的了？我今天来呢，也不是来叙旧的，我只是来要回属于我妈的东西的。我也不打算再和他们废话了，因为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周家这么多年一直靠的是我妈，现如今我妈已经被周家赶了出去了，那我妈也就没必要再继续支持周家了。还有，既然我妈和我爸结婚了，那我爸花在陈娇娇你身上的每一笔钱都属于婚内财产。至于到底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我已经委托给律师帮我去调查了，也希望你能如实归还这笔钱。说着，我掏出律师函甩在了茶几上。陈娇娇傻了眼，她没想到我居然敢第一个拿她开刀。当初我妈死后，她趁我伤心过度，换了我的安眠药，加大了剂量，很快我的身体就不行了。后来我支撑不住了，半夜心脏疼得不行，祈求他们能送我去医院，换来的只是周正华的一句：去什么医院？我看你白天不是好好的吗？别给我整什么幺蛾子，要不然我要你好看。说完，他就搂着只穿着一件红色吊带的陈娇娇回了房间。房间里传来的嬉笑娇喘声刺激着我的心脏，我难受的拼命敲门。被我坏了好事的周正华恼羞成怒，直接伙同爷爷将我丢出了门外，任由只穿着一件单薄外套的我在冬日的风雪里自生自灭。正华哥，我以为青青姐找到了家人是要接你们过去帮扶你们的，没想到她找到了家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周家还账的。陈娇娇现在能做的就是稳住周正华，毕竟我妈和他还没有离婚。暖暖，我知道你认回了离家，现在心高气傲，也知道你因为昨天的事情还在生气，但是你也不能太过分了。周正华怜香惜玉，何况找陈娇娇要回财产，这无疑是在打他的脸。我并不是来商量的，我是来通知他陈娇娇的。还有，黎氏最近针对西山路那片区域的开发正在招标。爸，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果然，听到黎家招标的事，周正华随即眼睛一亮。我拍了一下周正华的肩膀，然后意味深长一笑。再怎么样，我们都是父女，我身体内流着周家的血，只是我希望爸爸你能考虑清楚，孰轻孰重。我外公现在可还不知道陈娇娇的事情，他要是知道了，我可不敢保证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说话的声音不大，却能确保陈娇娇能听到。陈娇娇脸色煞白，额头都冒着一层细汗。陈娇娇不傻，她知道自己现在能拿捏住周正华，全靠自己年轻和美貌，但是外面比自己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何况现在是黎家和自己之间做选择。从周家出来，感觉天空都更蓝了一些。小舅舅开着车，时不时偏头看我一眼，欲言又止。你是想问我今天为什么叫小舅舅？你陪我来吧。小舅舅点了点头，完美的下颚线在窗外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帅气了。你明明自己可以搞定，今天就算我不出面，周家人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何况今天原本是你大舅舅要陪你来的，今天出门时，大舅舅主动提出要亲自送我来周家取回我妈的东西，被我拒绝了。然后我指名道姓，只要小舅舅陪同。小舅舅，你看到陈娇娇今天看你的眼神了吗？那是狐狸精看到猎物时的眼神。即使他手挽在我爸身上，却一直对着小舅舅暗送秋波。你难道你是想你小舅舅我牺牲色相？小舅舅惊呼，然后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自己的胸口。我不怀好意地看着他，然后撒娇道：小舅舅，又不是真的让你牺牲色相，你只要稍微吊着他，让他以为自己有希望就行。小舅舅思考了一下后，勉强答应了下来。但是只能是吊着呀，他这种货色我可是看不上的。你小舅舅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看着小舅舅臭屁的模样，我心里在想，如果当初我的妈妈没有失忆，没有被周正华算计，她就能一辈子被父亲和哥哥们宠着，该多好。在黎家和陈娇娇之间，周正华果然选择了放弃陈娇娇，只不过也只是明面上的放弃。陈娇娇打回我妈账户上的那笔钱，是周正华前段时间给陈娇娇买的房子卖了后换来的钱。钱到账后，周正华就提着东西敲响了黎家的大门。只不过不凑巧，外公和舅舅们出国陪妈妈过生日去了。因为妈妈好不容易才回到的黎家，
外公和舅舅们都格外珍视这个失而复得的宝贝。而我因为知道周正华会来，在等着周正华上门，所以留在了国内。这场戏没有主角在场，可怎么行呢？爸，你怎么来了？周正华跟着管家踏进了比城堡还大的房子后，眼里的金光和贪婪都快要溢出来了。这还不是因为你都回离家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个当爸爸的都没好好登门拜访过岳父大人，所以特意今天上门看望来了。周正华坐下后，一直在四处观望着。怎么不见你外公和舅舅他们呢？爸，你实在是来得不凑巧，外公和舅舅他们出国陪妈妈过生日去了。外公和舅舅们都格外重视妈妈这次的生日，而和她相处了10几20年的丈夫却根本不记得她的生日。周正华有些尴尬，笑容凝固在了脸上。你看我最近都忙忘记了，我前几天还去帮你妈挑选礼物来着，这2天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忘记了。周正华连忙给自己找补。他前几天确实去挑选礼物了，只不过是带着他的小情人陈娇娇去的。在他眼里，陈娇娇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总要给他点补偿的，毕竟他还怀着他周正华的骨肉。不过他不知道的是，陈娇娇私底下已经在找人牵桥搭线联系我小舅舅了。小舅舅听了我的话，让人把联系方式给了他。陈娇娇顺利加上小舅舅后，先是道歉，然后又是诉苦，说自己也是被周正华给骗了。她根本不知道周正华还没有离婚，自己也是受害人，把白莲花那一套用了个全。暖暖，你上次说的那个离家那块地招标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周正华也不再和我虚伪语舌，直奔主题。这个事情我听我大舅就说了，现在已经在筹备中了，应该不出1个礼拜招标的事情就会放出去，只是这个竞标保证金，也不知道咱们周家能不能拿出来。我犹豫地看向周正华，这么大个项目需要的保证金不低，而现在的周家几斤几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概多少呢？你先跟爸说说，我也好提前准备。我伸出2个手指来。200万，我摇了摇头。2000万，周正华瞪大了双眼，他可是从未接触过这么大的项目，光保证金就需要2000万的。爸，你也知道，西山那块地，目前政府也有意向开发，那边新建的体育场和商场都在那，只要接下这块地，修建高档的小区，卖出去的房价绝对低不了。听到这，周正华犹豫的目光里又多了一丝坚定。谁都知道这2年的房地产挣钱，更何况他之前有意和别人合作房地产，好几个房地产商都看不上他，这让他的自尊心很是受挫。只要您能拿得出来保证金，我和外公说过了，会低于竞拍价的20%，把这个项目交到你手上。毕竟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总不能便宜了外人是吧？低于零拍价的20%，彻底让周正华心动了。习惯了占小便宜的人，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怎么能不心动？从离家离开后，周正华就开始回家筹备钱的事情了。而陈娇娇因为我小舅舅的一句邀约吃饭，私底下不顾陈姨反对，就跑到医院把周正华的孩子给打了。他已经快3个月了，周正华这里他是一时半会捞不着好了，肚子又快瞒不住了。恰好这个时候，小舅舅又朝他伸出了橄榄枝，这才让他下定了决心。一个靠女人支起来的家业，和 A 市呼风唤雨的离家3公子，他还是知道怎么选的。周正华还不知道陈娇娇把孩子给打了的事情，一心想着自己后继有人了。早在陈娇娇怀孕后，2人就通过私人验血查过了，这胎是男孩。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惊喜送给周正华。我私底下让人把陈娇娇跟小舅舅吃饭的照片拍下来发给了周正华。爸，你看这人是不是陈娇娇啊？有人碰到她在一家高档餐厅和一个男人在吃饭，举止亲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和你的照片拍的都是小舅舅的背影，却恰好又把陈娇娇娇羞的模样拍了全。周正华收到信息后，电话立马打了过来，问我要地址。我当然欣然报出了地名，
听到餐厅名字后，电话那头的周正华沉默了，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摔打声。挂断电话后，我就给小舅舅发去了信息，准备收网。小舅舅今天和陈娇娇吃饭的那家餐厅上方就是套房酒店，这也是周正华为什么那么生气的原因。周正华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餐厅，却被告知餐厅今天被包场了，不让进。看着餐厅内满是红玫瑰的布置，周正华都快要气炸了。爸，找到陈娇娇了吗？我的及时出现给了周正华底气。我老婆是黎家的女儿，我女儿是黎家外孙，你们在拦着我，信不信我让你们明天从 A 市消失？我有的时候真的挺佩服周正华的脸皮的，打着黎家女婿的名号，在外面抓自己小情人的奸情，他是真以为黎家个个都是耳聋眼瞎。见到我来，餐厅的服务员放了周正华进去，进去后却被经理告知陈娇娇已经上了楼上酒店了。我给经理使了个眼色，经理立马交出了房卡递了过来。周正华拿到房卡后，马不停蹄地上了楼。在电梯里，我都能清晰地听到周正华因为怒火而气急的喘气声。电梯门一开，他直奔601总统套房。房门一打开，陈娇娇娇滴滴的声音就从里面房间传了过来：“以盛，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等，你知不知道人家会害怕的呢？”陈娇娇娇羞地打开房门，入眼的就是周正华那张气急败坏的脸。“周正华，你怎么来了？”周正华看着陈娇娇一身粉红性感小吊带，胸口呼之欲出，短到大腿根部的大腿裙子，一切都已明了。怒火攻心的周正华脑子已经不理智了，上前直接一脚将陈娇娇踹倒在地，然后骑到了她的身上，抓着她的头发，对着陈娇娇那张精致的脸蛋一巴掌就打了上去。一巴掌不够解气，又一巴掌，直到陈娇娇脸红肿的看不出来本来的面貌。看着已经没了意识的陈娇娇，我连忙惊叫出声：“爸，别打了！”陈娇娇流血了，她流血了。听到我的叫喊，周正华才停下手来，看向陈娇娇的大腿处，鲜血顺着陈娇娇的大腿流下，染红了洁白的地毯，满地鲜红，就如同前世我死的那一夜。周正华还不知道孩子早就没有了，急忙叫来了救护车。我和周正华也上了救护车，一同去了医院。一路上，周正华都在担心他的宝贝儿子怎么样了，嘴里还在咒骂着：“陈娇娇，我告诉你，我儿子今天要是有点什么，我他妈弄死你！”陈娇娇虚弱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到医院，周正华就求着医生先看看陈娇娇肚子里的孩子，惹来了医生无数个白眼。陈娇娇被拉去抢救了，没一会，两个医生急匆匆地赶进手术室，还边走边描述着陈娇娇的病情。病人人流后，又遭受了暴力殴打，导致子宫破裂、大出血。周正华听到这话后，直接瘫坐在了凳子上。我这个贴心的女儿，当然要及时给我的好父亲去汇送情报了。爸，我刚刚找人查了，陈娇娇她前几天私底下做了人流手术，肚子里的小弟弟早就没有了。周正华彻底呆住了，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只是目光阴暗地盯着手术室的方向。陈娇娇经过抢救后保下了一条命，但是子宫却被摘除了，因为周正华那脚太过用力，导致她的尿道也严重破裂，可能下半辈子只能卧床了。周正生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回家后还把火气发到了陈姨身上。你个老东西，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是个什么货色，老子好吃好喝的供着她，她倒好，打了老子的儿子，好方便她去外面勾引男人。陈姨被他骂得一愣一愣的，摸不着头脑。陈姨，你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陈娇娇吧，她现在还在 ICU 看护，需要人照顾。我好心的提醒道。听到女儿进了重症，陈姨当即双脚一软，瘫坐在了地上。而我那个平时趾高气扬的爷爷，这时却在一旁一声不敢吭。
陈怡走后，周正华在家里又发好大的脾气，并且把陈娇娇和陈怡的东西全部丢在了门口。等陈娇娇出了重症后，陈怡才报了警。跟着警察赶到周家时，正好看到收破烂的在整理门口的垃圾杂物。原本还做着当周家女主人梦的陈怡，在一夜间梦支离破碎，女儿终身卧床，子宫被摘除，而自己在周家10几年，伺候周家老头子10几年，最后换来的是这种下场，让他怎么甘心？陈怡未婚产女，被人抛弃，陈娇娇是他唯一的指望，现在陈娇娇废了，周家也抛弃了他。周正华被陈怡告上了法庭，他一时慌了神，找到了我。爸，你忘记我现在可是黎家的外孙女了吗？再说了，我妈可是黎家最受宠的小女儿，你的事情我们怎么可能不会管？你尽管筹备保证金的事情吧。周正华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放宽了心，又回了周家。周正华回家后就把名下资产全部抵押了，抵押后的资金差不多有1800多万。爸，保证金你直接打到我账户上就行，记得标明是打给周暖的就行，我会安排人替你处理好这个事情的，你就安心在家等着竞标那天就行了。我把账号发送给了周正华后，没过一会就收到了银行到账信息。手机铃声响起，是周正华打过来的。暖暖，爸刚刚给你转了1800万，还差个200万，你外公那么喜欢你，你跟你外公说说，这个钱能不能就按照1800万来缴纳？爸，没事的，外公给了我零花钱的，这200万我替你补上，你就安心在家里等着我的好消息吧。真是爸爸的乖女儿。周正华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发财梦。而陈娇娇那边医院已经宣布了陈娇娇终身残废了，陈怡现在对周家是恨之入骨了。于是我让人无意间给陈怡散播了一些信息，说我妈马上就要回国，和周正华重归就好了。自己的女儿还躺在病床上，罪魁祸首却转头和旧爱和好，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至于爷爷，对于这个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女人，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陈怡说要回去一趟拿点东西，爷爷立马欣喜答应了。那天周正华出门后，陈怡就悄摸进了周家，借着给爷爷炖汤的功夫，在汤里下了点东西。我给周正华打了电话，让他回家取一下我妈的东西。周正华回家的时候，正好碰到爷爷和陈怡坐在餐桌上喝着汤，当即就发火了。陈怡也不是当初那个左右逢源、低声下气的陈怡了，他要挟周正华给1000万弥补陈娇娇。周正华自然不乐意掏这个钱，何况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了。周正华的拒绝，再加上他对陈娇娇的冷嘲热讽，陈怡彻底疯了，拿着刀就要捅周正华。但是他一个女人哪有周正华有力气，直接被制服了。这时爷爷要笑却发作，人直接倒地。周正华去扶爷爷时，给了陈怡机会，陈怡捅了周正华一刀。我出现时，周正华已经倒地了，陈怡跑了，爷爷昏迷不醒。把人送进医院后，周正华失血过多，命虽然保住了，但是人也废了，估计一辈子得躺床上了。爷爷摄入的毒素不多，命保住了，人没多大事。而陈怡因为杀人未遂被通缉了。周正华醒来后，就看到一直站在窗前的我。暖暖，你来看爸爸了，招标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我神秘一笑。爸，你糊涂了吧？什么招标的事情？周正华当场懵了。周暖，你不要和我开玩笑，我问你招标的事情，还有我那1800万吧？我看你真是糊涂了，那1800万不是你送我的吗？什么招标的事情我不清楚。周正华双眼通红，想要起身，却浑身动弹不得。我走了过去了，低头看着他。我的好爸爸，别白费力气了，你这条命可是好不容易捡回来的，我可是和医生说了，一定要保住你的命呢。周暖，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对不对？你是来报复我的，是不是？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今天来呢，
是希望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说着，我就把离婚协议丢在了周正华的身上。你做梦，我是不可能离婚的，我就算耗着，也要把黎青给耗死。周正华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可是听说陈娇娇那边还没撤诉呢，故意伤害罪是几年来着？好像还有重婚罪、欺诈罪，数罪并罚。你猜猜你到时候需要在监狱里待几年？我还贴心地为周正华打开了百度搜索。周正华气得发抖。周暖，你不要忘记了，你是我周家的人，你以为你认了黎家，他们家就真的会庇佑你了？你始终姓周。我收起笑容，冷冷地看向他，然后凑近他说道：那就不劳你费心了，我要的只是周家支离破碎，人人不得善终。最终周正华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而陈娇娇那边也根本没有撤诉，我是骗她的，她已经无路可退了，除了相信我别无他法。陈娇娇还在医院，需要人照顾，陈怡根本不会逃出卫视的，她现在就是一头被逼狠了的狼，随时会跳出来撕咬人的。某天，陈怡趁着晚上医院守卫松懈，溜进了医院，看望过陈娇娇后，拿着刀进了周正华的病房。周正华死了，陈怡被判了死刑。我妈和周正华已经离婚了，我跟了我妈，周正华留下的巨额负责都压在了爷爷一个人身上。当初住的房子全部被拍卖了，爷爷一个人扛不住压力，最终跳了楼。后来的后来，妈妈被外公接回了国。去接妈妈的那天，她从机场走出来时，身穿一条水蓝色的连衣裙，乌黑的秀发披散在肩头，身边围绕着爱她的外公和舅舅们。妈妈不再像从前一样低着头，一副黯然伤神的模样，现在的她满眼都是笑意和幸福。妈妈笑着奔向我，将我紧紧地搂在了怀中。暖暖，辛苦你了，还有谢谢你。再后来，外公给我改了姓，入了黎家族谱，我也正式成为了黎家一员，拥有了一群爱我的家人和朋友。